福尔摩斯竟然也有吃瘪的时候，为了保护钻石不被怪盗鲁邦偷走，直接在里面把地下室的门锁破坏。没想到鲁邦竟然把护城河水灌了进来，他们反而把自己困住了。直到这时，福尔摩斯才意识到中计了。当初鲁邦是跪在他面前展示自己高超的开锁技能，就是为了引导他破坏门锁。现在水位正在逐渐上涨，几个人只能尽可能扶住东西，让自己不被淹没。没想到从通风口倾泻的水突然停了，紧接着门外传来声响，原来是上面等待着的特工察觉到动静后下来救人了。法蒂玛直接用弓弩将门击破，里面的水瞬间涌了出来。福尔摩斯他们也得以喘息。而保险箱和钻石却在刚刚的慌乱中不见了。此时刚好是11点30分，这场事故11点开始，11点30分结束，跟鲁邦当初发稿的预告时间一模一样。反正东西都已经丢了，不过外面重重把守，鲁邦肯定还没逃出去，他们还有扳回局面的机会。格尼玛警长提议大家先一起出去再说。过桥的时候，福尔摩斯敏锐察觉到了一些不对，但不动声色地跟众人回去烤干了衣服，随后向格尼玛警长借了手铐。万万没想到，下一秒就将警长制服在地并铐上了手铐，并且告诉众人，这位就是怪盗鲁邦。鲁邦很惊讶，福尔摩斯这么快发现了他的伪装。原来刚刚福尔摩斯察觉的不对，就是格尼玛警长过桥的声音很轻，这说明他的大肚子是假的。现在的关键在于保险箱去了哪里。法蒂玛弄破的洞里并没有保险箱流出来，那唯一能出入外面的地方就是通风口了。之前通风口有铁丝网防止人进入，而激烈的水流已经将铁丝网冲走，当然通风口并不足以容纳成年人进出，所以搞出这一切的魅影是让地面相连的绳子随水流落入这个房间，再让混入他们之中的鲁邦协助偷走保险箱。反正都已经被识破了，鲁邦直接摘下了脸上的面具，非常自豪地承认是他偷走了钻石。福尔摩斯却表示这是他的胜利，因为即使偷走了保险箱，鲁邦也没法得到钻石。毕竟在白天的时候，福尔摩斯偷偷拿走了真正的钻石，只是当初他答应过鲁邦自己会和钻石一起待在地下室，钻石只是没在保险箱里而已，而是被他放在了雷斯垂德探长衣服的口袋里。可探长过去却发现里面是空的。此时鲁邦露出了一个微笑，福尔摩斯预判了鲁邦的预判，殊不知鲁邦预判了他预判自己的预判，这一波还是鲁邦的大气层啊！而且区区手铐根本就铐不住鲁邦，直接一枚烟雾弹射出去，然后趁乱逃跑。像鲁邦这样的怪盗，日本也有，就是石川右武卫门。他在京都被捕之后被处以过处之刑，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自在手下不满人们谈论这件事，一致决定要让锅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于是开始整个江湖到处偷锅。其中最受苦恼的是用来锅煮豆子的豆腐店。豆腐店的老爷一边想了个办法，甄大一边讲故事，一边爬上了高塔俯瞰下方。另一边鲁邦和魅影会合，两个人一个拿着保险箱，一个拿着钻石。鲁邦刚准备开始他的胜利演讲，万万没想到保险箱的门突然弹开了，里面赫然是一颗少女人头。好家伙，原来压抑一直在保险箱里，对着上面的自家弟子大喊一声他们在这里。紧接着甄大破窗而入，而因为老爷爷所想的办法就是不睡觉，躲在大锅里，防止别人来偷锅。结果喝醉了睡着了，两个小偷一边吆喝着，一边将其抬了出去。老爷爷醒后探出头环顾四周，大喊了一声：“糟糕，我房子被偷走了！”与此同时，甄大夺回了押爷和保险箱，单口相声锅子与小偷到此结束。京剧从一边走了出来，鲁邦看到押爷大吃一惊，原来当初他跟甄大三人碰面之后，并没有看到鸟笼里的人头，所以将抱着鸟笼的记者小姐认成了押爷，便以为轮堂押爷是拥有普通肉体的人类。押爷就唆使甄大故意败下阵来，让鲁邦轻敌，认定他们三人不足为惧，只把注意力放在了福尔摩斯身上。后来押爷他们和福尔摩斯达成合作，由押爷代替钻石钻进保险箱，为了保险箱打开，他一直紧咬里面的金属零件。鲁邦就并未认为自己就这么输了，他可是有好帮手歌剧魅影的。结果一回头，艾扎克已经跑路了，不过京剧很快追了上去。紧接着那位洁癖特工雷诺来了，还不等三人展开搏斗，吹头老人和他的合作者们就闯入了福克先生的宅邸，直接把他们桥给炸了。分工合作，准备是鲁邦手里夺回钻石。魔术师先生和吸血鬼夫人负责佯攻，两个人的杀人手法一个比一个华丽。魔术师随便拍拍手，那些手位就瞬间自然。吸血鬼夫人也跑去寻找自己的猎物了。而雷诺、甄大和鲁邦三人已经陷入了混战，是因为不小心踩在雷诺的外套上，这个特工就要对甄大下杀手。现在甄大赶紧后退撤开，提醒雷诺鲁邦要逃跑了。被他这么一提醒，鲁邦要火速跑路，就被雷诺一脚踹过来，花盆砸中双腿，很快就被雷诺追上了。知道打不过对方，赶紧表示一切好商量，然后从怀中掏出那颗钻石，重重往地上抛了出去。趁雷诺的视线被钻石吸引，赶紧跑，一边跑一边哈哈大笑。雷诺只能立刻甩衣服追上去，后面的甄大跟二哈一样嘿嘿嘿追了上去，空气中弥漫着欢乐的氛围。他们走之后，福尔摩斯几个人才过来，被留在保险箱中的押爷说明了来龙去脉。福尔摩斯也告诉他情况有变，正面处的玄关处出现了新的入侵者，是来路不明的5名男女。押爷便让福尔摩斯带他一起过去，他推测那群人中应该有自己想找的那一位。另一边，法蒂玛也追着魅影来到了一个房间，他的弓弩威力非常强劲，而且可以连射，魅影一个没注意就从背后射中了一箭。而福尔摩斯他们回到大厅，只看到了一片惨状，唯一的幸存者还被当头的面自燃了。是魔术师走了出来，非常绅士的跟福尔摩斯和华生行了个礼。福尔摩斯听说过这个人，不久前才登上报纸，是一位自称魔术与命理学的研究家，因为反复举行残酷的仪式而广为人知。魔术师表示他现在已经加了别的组织，对于钻石在谁的手里没有兴趣，反正他只负责佯攻。说完后朝福尔摩斯射出一根针，福尔摩斯躲开后将针拔了出来，闻出上面有某种麻痹毒药的气味，同时注意到魔术师2只手的大拇指比一般人要灵活，想必这只是他真正的武器。魔术师一听，哎呀，你们知道了我的秘密，那不能让你们活下去了呀。
下。此时吸血鬼夫人也遇到雷斯垂德探长，手枪的吸血鬼根本没用，子弹直接从他肌肤里被弹了出来。在吸血鬼步步逼近探长的时候，警局出现救起了他。他原本是要追魅影的，结果跟丢了。得知这两个人都没见过魅影，就准备告辞。吸血鬼夫人哪见过这委屈，你踹了我一脚还想跑，开始不断的挑衅进去。听说他是受了鸭叶小姐的命令才要找上了魅影，就表示他手中的命令是驱除一切的爱使者，所以遇到他口中的鸭叶小姐肯定会直接杀了他吧。警局被激怒了，直接掏出了一把带着刺刀的长枪，又跟吸血鬼夫人拼刺刀。另一边，月下三军贵则还在为那颗钻石缠斗，钻石究竟临到谁的手中？鸭叶是否能如愿以偿见到瘸腿老人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